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聊习张斗，因为这场宫廷大战啊，不但打出了新高度，还爆出了很多新猛料。那现在呢，不但传出了张幼霞被抓之前留下的遗笔信，还曝光了中共军方对共产党体制的不满，甚至呢，还扯出了俄乌战争和台海战争的内幕。那1月29号，这封据称是张幼霞被捕之前就准备好的密信，被许多海外媒体和自媒体公布出来了。那说白了，可以说是某种就义前的遗笔。但是你一定会好奇，这封信是真的吗？真的是张幼霞本人写的吗？那这封信啊，肯定不是老张亲手写的，因为信的最后也说了，这封信是他口述，由朋友整理代笔。但是呢，他有看过，也授权了，万一哪天他出事，就可以对外公布。所以问题就在于这封信的内容是不是张幼霞自己说的？那这一点呢，目前是众说纷纭。但是呢，在我看来啊，这封信啊，即便不是老张自己口述的，但也绝对是对老张非常熟悉，而且还熟悉中共官场内幕的人写的。因为许多内容都非常符合中共官场的规矩和逻辑，而且呢，信里面刻画出了张幼霞性格特点呢，也都跟美国国防部官员观察到的是非常神似。那怎么说呢？我们在前2期的节目里讲到啊，美国国防部的前中国台湾与蒙古办公室主任唐安竹 Drew Thompson 在1月26号写了一篇文章，回忆他在2012年接待中共军事访问团的时候，跟张幼霞相处了1个星期的过程。他观察到张幼霞有很多特点跟其他中共军官是非常不同的，我们在这一期节目里有详细的分析。那巧的是呢，这封遗笔信的讲的内容啊，都非常吻合唐安竹观察到的张幼霞性格。比方说，唐安竹说张幼霞有2次的实战经验，所以他对战争用兵的态度显得是非常的理性而谦逊。那为什么呢？唐安竹没说，但是我自己参过军，我知道打过仗的人会格外重视生命，会对战火感到敬畏，包括自己人跟敌人的生命。那巧的是呢，这封信里啊也有类似的内容。信里面说，我是经历过战争的人，领导人发动战争，让无数的士兵们牺牲掉生命。过不了多久，2国领导人又是亲切握手，同志加兄弟，这不是人干的事。当年与我一起战斗的士兵还有军官牺牲了，都埋在当地。他们的父母兄弟想去看一眼，都没有路费。和平年代制造这样的悲剧，是邓小平的罪孽。所以啊，信里的老张非常在意自己人跟敌人的生命，不愿让不必要的战火来吞噬人命。那这一点呢，吻合了唐安竹的观察。那唐安竹也观察到张幼霞对待下属是尊重的，不像其他军官那样颐指气使哦。而信里头也呼应了这一点。信里说啊，我是有条件搞军事政变的，但是我坚决不搞，动静太大，一旦失控，国家就会内战，遭殃的先是双方无辜的战士。你看，信里的老张首先考虑的是下属士官兵的性命，那这一点呢，又跟唐安竹的亲身观察是吻合了。还有，唐安竹观察到老张不但聪明，而且呢领悟力很高，能看懂美方对他们展示的东西，还能够领悟到这些东西背后的弦外之音或者是潜信息。那又很巧，信里面有段话也反映了这一点。信里说，其实我与美国人交流时，美国军方故意泄露高级机密，譬如给我方看我们的军事基地的照片、核设施布局图，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私人住处都极其详细。他们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高科技，每天都在空中盯着，什么都知道，目的是让我们不要发动战争，没有胜算的可能。你看，老张是不是能够领悟出美方暗示的潜信息呢？所以结合这封信的内容跟唐安竹的近身观察，我认为啊，这封信即便不是出自老张的口述，也一定是非常熟悉老张本人，熟悉习张的冲突，以及呢熟悉中共军委跟官场规则的老比格尔写的了。而且呢，这封信还提到了一件事，跟我们掌握到的真相是非常吻合的，就是2024年的柔性兵变。去年，大纪元时报独家披露，有位非常熟悉中南海的权威消息人士指出，其实习近平早在2024年就失势了。张幼霞跟几个退休元老联手对习夺了军权。那虽然习反扑了几次，还动刀动枪了，但是都失败了。最后呢，他就只能在台面上当个傀儡党魁。所以后来就出现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访问北京，却只见了张幼霞，不见习近平的怪象。那沙利文后来回忆说，当时他感觉张幼霞讲话的时候不需要担心领导人的心思，不用去察言观色，非常的有自信。
那去年6月，中共又宣布成立了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就是在习近平的头上架个元老院，让元老们有合法性来介入朝政。那这些迹象都说明了，老张当时应该是真的控制了军权，只是呢这场柔性兵变的始末是怎么样，我们不清楚。但是这次老张的信却讲出了这段内幕。信里说，我与习近平在3中全会时发生了冲突，一是用人问题，二是要通过军队让全国进入备战状态，要在俄罗斯打乌克兰的时候这个时间窗口拿下台湾。我与刘振立不同意，张生明不说话。我认为军委应该讲民主集中制，他说我违背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结果呢，他气急生病送到医院，3中全会差点开不下去，常委们慌乱了，这才有元老们出来帮忙协调。好，那这段说法呢，正好吻合了我们讲的柔性兵变了。时间发生在2024年7月的3中全会期间，原来是习近平气到病发，紧急送医。那这时候元老们跟老张出来主持大局，议定了党政军3权分开，党务呢由蔡奇负责，政务李强负责，那军委呢交给老张，这就是柔性兵变或者柔性政变的真相了。因此我认为这封信即便不是老张口述的，但是内容上确实有不少是符合事实的，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所以呢，我仔细的挖呀挖呀挖，还挖出了其他3个真相。刚刚讲到，信里说老张跟习的冲突矛盾点之一呢，就是习想要通过军队对全国实施备战状态，也就是进入战时体制，准备要在俄罗斯打乌克兰的时候趁机拿下台湾。那这一点呢，完全吻合了我们过去分析过的，习对普京讲的所谓100年大变局，其实就是一场中共想利用俄乌战争来颠覆世界秩序的大骗局。那我们当时就讲了，中共想让普京在欧洲点火，牵制北约跟美国，然后中共趁机进犯台湾，实现所谓的统一霸业。但是呢，习近平的算盘却打坏了。信里的老张说这场战争造成了整个欧洲与乌克兰对我国的敌意，当时过高估计了俄实力，以为闪电战就占领了乌克兰，然后他们就支持我们解放台湾。结果呢，俄罗斯与乌克兰都恨我们。那信里还说，老张去年11月底访问俄罗斯，虽然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但是呢，会谈非常不友好，因为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同一个民族互相残杀，如果我们打台湾，也是这样的悲剧。老张虽然没细说俄罗斯为什么不友好，但是估计是普京觉得被习骗了。不但战争一拖就是4年，搞得俄国死伤超过120万人，那俄罗斯还吃了超过1万项的国际制裁，但是中共又不提供有力的支援，所以才找老张去密谈。那这件事该怎么收场呢？信里头的老张多次批评了所谓的军委主席负责制，特别是批评习近平利用共产党体制大搞个人集权。那就算这些话不是老张亲口说的，但是我认为这也反映出中国内部有不少的权力精英已经对中共体制感到厌恶和不满。那这可以分3个重点来说。第一呢，信里的老张说，如果被抓，问题出在我们自己的制度，制度不改，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那信里还批评军委主席负责制，说这套制度已经造成6·4天安门镇压的悲剧，大家都应该反思。如果都无原则、无人性的听从军委主席指令，最高权力不受制约，我们国家还会有大灾难。那信的最后还对习提出了4点期望，最后一点说要真诚的改革开放，如果爱中国人民，就应该还权于民，兑现延安时期的民主宪政承诺。换言之呢，信里的老张把底牌说出来了，他看透了，也厌倦了中共那套虚伪的假民主真独裁、假开明真暴政的体制。他希望中共能够兑现当初对人民的承诺，迈向一个真正的主权在民的宪政民主体制。那说白了就是中国台湾化或者中国美国化。那相信这也是许多中国人的期盼。第二呢，信里说把人民的军队变成党的军队也没什么，但是变成了自己的家兵，这是可怕的。还说如果抓了我，极大的可能近平会把中国变成朝鲜。
那说白了就是批评习的个人崇拜领导，把中国搞得是越来越像朝鲜一样，也就是中国朝鲜化。特别是习不断的把权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等于是把党政军的权力不断的家族化、私有化，那党天下就变成了家天下。第三呢，老张也直言不讳的批评习过度自我膨胀，误判了自己的能力跟智慧。信里说习对军队管得太细太具体，每一件事上都认为自己是天才的专家、英明的统帅，毛泽东也没这么管控军队。那信里还说，晋平的问题出在身边的一些马屁精，把他忽悠成绝世伟人，台湾解放了就实现了中国梦，比老毛还伟大光荣。那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即便这不是老张自己说的，也反映出中共内部许多人都对习的无能无德却又狂妄自大感到失望。那这种无能又勤政的亡国军是怎么造成的呢？共产党体制。因此习跟共产党已经大失人心，也促使更多的权力精英希望抛弃共产党。那特别是习这次反政变抓了张幼霞，更说明了抛弃共产党的重要性。因为呢，只要你心里主动或被动的想要保党，就会迟疑不前，然后很快就会被这个邪党给反扑，沦为阶下囚或者是祭品了。这封信还充分曝光了一个重点，就是习非常有野心，想要武力进犯台湾，实现他的大一统江山，建立他的历史地位。那信里的老张说他原本也很想统一祖国，但后来发现做不到。信里说，我本来也很想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后来听刘亚洲分析吓出一身冷汗。几十万军人填到海里，也靠近不了台湾岛。战争开打，日本就会卷入，南中国沿海军事设施与桥梁、油库都会在几小时内被摧毁。我们也能摧毁台湾的一些建筑，但最后还得战争赔偿，国家海外资产都会冻结，国将不国，亡党亡国。但是他发现习近平一心一意为了武统台湾，还会随时用军队搞戒严，所以两个人始终在对台湾用兵上意见是冲突矛盾。即便习想利用俄乌战争的空窗期打台湾，但是张幼霞跟刘振立都是坚决反对的。那信里把老张反对的理由说了清楚，打台湾与美国、日本接着打仗，不会像当年邓小平打越南和镇压学生那么简单。他习家人还有我们国家都会有无穷的灾难，几万人、几十万军人牺牲，我是无法想象后果的。这样的战争打下去，兵变了，或者党国被人民推翻了，会不会血腥清算这些发动战争的领导人呢？想想都可怕。这段话说得很准确即便不是老张亲口说的，也绝对是一个对战争、对用兵有相当体悟的人才能说出来的。只有没打过仗的人才会动不动喊打喊杀就跟黑社会流氓一样。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小弟呢，总是动不动就亮刀亮剑。但是对于真正经历过生死关头的大哥来说对于拼命这种事就会三思后行。不过呢，从这封信里头可以看出，中共军方的实战派对于出兵台海是相当反对的，也不愿出兵，因为呢，几乎没有胜算。为什么呢？第一，中共作战实力不足，无法抗衡美日台的联军。第二呢，台湾海峡是天险，加上台湾的导弹防御能力，共军要强渡会伤亡惨重。第三，一旦开战的话，中共军事基地与油库很快就会被摧毁，截断了后续的战力。第四呢，开战后会爆发内部兵变或民变，那领导人就难逃清算了。另外，有多位军方知情人向海外媒体透露，现在共军内部其实普遍反对打台湾。一个知情人说，中共军队都很清楚，一旦真的开战，就是大量伤亡，就是整个军种的消耗，弄不好一个兵种都会被打没了。所以呢，平时绕台湾飞两圈吓唬一下可以，但是真要打起来，就没有人愿意为这种决策来承担后果。那知情人说，军方都知道，打仗上战场都是普通百姓的孩子，那习近平、普京他们的孩子都不上，那谁愿意为这些人的权力欲望来卖命呢？尤其是看到俄乌战争打了4年，俄罗斯伤亡100多万人，那共军内部已经没人想打仗了。好，以上呢是这封声称是张幼霞的信告诉我们的几个重要真相。那我认为这封信确实很多地方很吻合张幼霞的性格和思路。那即便不是张幼霞亲口说的，但是也反映出中共党政军内部的部分权力精英的真实想法。那简单说越来越多的权力精英对于共产党感到厌倦了，保党不会有出路，解散共产党，中国有希望，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那不晓得您怎么看这封信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好，那今天聊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次再会。